大家好，我是萨姐，今天来做一款超级松软的日本生吐司，含水量接近 70%， 口感十分的柔软，放2到3天都不会变硬。先来制作中种，把干酵母倒入温热的牛奶里，再加入蜂蜜，搅匀融化。取出 70% 的面粉进行预先发酵。搅拌到没有干粉，下手揉成团，不需要太光滑，好像这样就可以了。盖上保鲜膜。今天我用室温发酵到2到3倍大。发酵所需要的时间和室温高低有关，室温越高，所需要的时间就越短。发酵好的中种面团，看一看内部，十分密集的蜂窝组织。现在来制作煮面团，先放入干性材料，中种面团剪成小块，方便搅拌。这个生吐司的配方含水量接近 70%， 没有加入鸡蛋，用炼乳和淡奶油来增加面包的奶香。低速搅拌大约2分钟，已经见不到干粉，面团是比较湿黏的状态，直接调成中速。刚开始面团会粘在盆壁，需要用刮刀不时地刮一下。大约揉了8分钟左右，面团基本不沾底了。拉开的膜会出现带锯齿边缘的破洞，就可以加入室温软化好的黄油，继续中速搅拌。揉7到8分钟，取一小块做个手套膜测试，非常轻薄，捅破的话洞的边缘也是非常光滑的。碗里喷一点油防粘，盖上保鲜膜，进行第一次发酵，大约2倍大。发酵好的面团中间戳一个洞，不会塌陷回缩，而且洞口会慢慢的闭合。将面团分成3等份，每份大约180克左右。把每份面团折叠加滚圆，表面保持光滑，盖上保鲜膜，松弛15分钟。擀面杖上喷点油防粘，面团光滑面朝下，擀成长条。面团边缘的气泡用手拍打排气，卷起，继续松弛10分钟左右。收口面朝上，再次擀成长条，宽度与吐司盒宽度差不多，底部碾薄，方便收口。由上至下的卷起，收口位置一定要压在底部。我用的是这款黑色的450克低糖吐司盒，放入面团。烤箱里放1碗热水，烤箱内温度大约35到38度，湿度在 80% 左右，喷点水，让湿度保持在这个水平。当面团发酵到8到9分满，大约这样就可以取出，轻按表面，会慢慢的回弹，就表示发酵的刚刚好。盖上吐司盒，预热烤箱至165度，放入烤箱下层，165度烤至30分钟。如果用的是银色斜纹吐司盒，就需要调高15到20度左右，烤制的时间也需要增加5分钟。从烤箱取出来之后，轻震一下散去热气，马上脱模放架子上放凉，以免面包中的热气无法散发变成水汽，影响了面包的口感。这款生吐司最大的特点就是含水量高，里面的组织好像棉花一样柔软。我还做了一个不加盖的生吐司，又松软又美味，用中种法延长了面包的老化，奶香味也十分浓郁，怪不得外面卖的超级贵。来总结一下这个生吐司制作的要点：含水量高，最好用机揉，开始面团很湿软，容易粘黏在盆底和盆壁，
需要经常刮干净，揉到后面面团就完全不沾底了。煮面团揉出膜之后，如果赶时间，可以不需要进行基础发酵到2倍大，松弛30分钟，直接进入面团整形的环节。这个面团中由于没有鸡蛋，所以烤出来的吐司表面的颜色会比较浅。如果不加盖烤制，温度要根据自家烤箱的情况调低5到10度，时间也要缩短5分钟左右。欢迎大家有空在家试试做这个超级柔软的生吐司，并把作业发到我的 Facebook。 我是萨姐，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别忘了点赞和订阅，有问题也可留言给我。其他视频请进入萨姐的能腔北调观看。我们下集再见。